什么叫中储粮没粮了？7.62的鞭炮就该响了，因为没饭吃的时候就是出大事的时候。可偏偏就有这么一群人，在全球粮食市场上疯狂砸了几百亿美金，想干一件事，把中国粮价炒上去。国际小麦价格涨了，玉米涨了，大豆涨了，食用油涨了，外资粮商手里囤积了大量粮食期货合约，就等着中国粮价跟涨。结果呢，中储粮出手了，平价放粮。有人问，中储粮到底有多少粮食？凭什么能压住全球粮价上涨的浪潮？答案就4个字：国家级底气。先给大家讲一个概念，粮食是百家之基，猪肉涨了，你可以少吃肉；房价涨了，你可以推迟买房，但粮食涨了，你一顿不吃就饿得慌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粮食涨价直接推高所有食品价格，食品支出在普通家庭消费里的占比超过30%。大米涨1%， CPI 就跟着往上窜。CPI 一涨，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得收紧，企业融资成本就跟着上升，整个经济都会被拖累。粮食涨1分胜过泛黄金，这话一点不夸张。黄金涨价，老百姓顶多不买首饰；粮食涨价，老百姓是真扛不住。所以全球任何一个大国，粮食安全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事。美国有农业部，日本有粮食储备法，中国有中储粮国家级粮食储备库。这事儿要从国际粮价的走势说起。2025年以来，全球极端天气频发，北美干旱，印度热浪，阿根廷洪水，全球主要粮食产区减产的减产，绝收的绝收，黑海粮食协议谈判僵持不下，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粮食出口不稳定，叠加美元加息周期的资本回流效应，全球粮食市场的恐慌情绪一触即发。截至2026年上半年，国际小麦价格较2025年同期上涨约35%，玉米上涨28%，总旅游上涨40%以上。国际粮商和投机资本嗅到了机会，做多农产品是华尔街的保留节目，每年都有对冲基金和跨国粮商在全球粮食市场搞进攻，他们算得很精。全球缺粮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，肯定得跟着涨。只要中国粮价一动，他们手中的粮食期货合约就能翻倍，几百亿美金砸进去，赌的是中国接盘。据一些市场分析机构推测，2025下半年至2026年上半年，海外至少有10几家大型投资机构增持了农产品期货多头头寸，涉及金额以100亿美元计。那中国粮价涨了吗？没涨。准确的说，没大涨。你可以去超市看看，大米一袋3、4块一斤，面粉2块多一斤，食用油1桶几十块，和1年前相比变化不大。国外粮价涨疯了，国内粮价稳如泰山，因为这中间隔着一道防火墙。中储粮粮价稳住了，但舆论场上开始出现了一种声音，中储粮的粮仓都空了，国家储备粮快见底了，再不囤粮就来不及了。这种传言在微信群里、短视频平台上悄悄传播，有人在超市拍了一段空旷货架的视频，配上中储粮没粮了的大字，有人编造某个粮库连底都扫干净了的段子，还有些自媒体趁机兜售高价进口米。这些消息到底有几分是真的？3分都不到。为什么市面上会有没粮了的传言？因为有人想制造恐慌，一旦老百姓真的信了，冲进超市抢米抢面，粮价就真的会被哄抬上去，炒粮的人手中的期货合约就真的能翻倍了。但这套打法遇到了一个硬茬，中储粮。那中储粮是怎么应对的呢？6个字：精准施策，平价放粮。7月中旬开始，中储粮在全国多地启动小麦、玉米、豆粕等品种的平价投放，按市场正常价甚至略低于市场价卖，不加价不限量。你炒到1块2，我卖1块1。你炒到1块5，我还是卖1块1。几轮下来，炒家扛不住了。你花高价囤的粮，中储粮源源不断的平价往外抛，价格根本拉不上去。做多的保证金快爆了，只能割肉离场。粮价应声回落，玉米从炒作高点跌回稳定区间，小麦回归基本面，豆粕也不再疯狂。用粮食本身打败了关于粮食的谣言。很多人可能要问了，中储粮这么干不亏钱吗？咱们来算一笔宏观账。第一笔账，稳定物价账。如果中国粮价跟着国际粮价涨30%， CPI 会直接突破3.5%甚至4%，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，对经济总产出的拖累大约在0.5到1个百分点。中国 GDP 是130万亿级别的体量，就算只拖累0.5个百分点，那也是6500亿的损失。中储粮用平价粮压住粮价，等于帮全社会省下了至少数千亿的通胀成本。第二笔账，民生账。中国有14亿人，粮价涨30%，
低收入家庭每月就要多支出几百块钱，那些每月收入只有2、3千的家庭能扛得住吗？中储粮的平价粮等于给最底层的老百姓发了一张无形的消费券。第3笔账，战略账。粮食储备不仅是经济工具，更是国家级的战略威慑。别人知道你手里有粮，有足够的粮，有随时可以拿出来砸盘的粮，他们就不敢轻易来炒。有人问，中储粮到底有多少粮食？这个问题国家从来没有公布过具体数字。经济学博士、高级经济师陆磊通过社交媒体提醒，只要中储粮的投放还在继续，就说明粮源依然充足，不需要恐慌，更不需要囤积。14亿人的饭碗不是靠赌端住的，是靠手端住的。守住每一粒米，就是守住最朴素的国泰民安。